在台湾没有信用卡，你可能只是少了点数回馈，但在美国没有信用卡与信用记录，有时候连房子都租不到。在美国申请信用卡需要提供什么资料呢？需要把你房子的地契拿去给银行看吗？今天我们要聊为什么信用卡在美国几乎是生存必备，以及新移民该怎么样开始建立信用。欢迎来到 Embark Channel， 我是移民与留学顾问 Lisa。今天来聊一个在美国超级重要，甚至可以说是生存必备的东西——信用卡。在台湾，很多人觉得信用卡是刷卡集点、买一送一、凑停车折抵，但在美国，信用卡不是配件，是个人身份的一部分。你没有信用记录的话，在社会系统里，某个程度你就是不存在，或是个未知数。今天这支影片我们要聊3个重点。第一，为什么信用卡会影响你在美国的生活？它又如何结合美国社会身份？第二，信用卡到底有什么好处？我来告诉你，很多地方都比台湾的还好用。第三，如果你是新移民或留学生，还没有 Social Security Number， 如何申请到信用卡？那我们开始吧。信用记录到底有多重要？举个例子，刚到美国要租房子时，可能就会遇到没有信用记录的不便，因为大多数的房东都会要查你的 credit history 与你的 credit score， 用他们来决定要不要租房子给你。你没有 credit history 的话，房东可能会觉得，这个人会不会下个月就给我消失，所以不租给你。或者他会要求你多付好几个月的押金，或要求你先付1整年的房租，给你造成很多困扰。信用记录到底怎么 work， 让大家这么的注重它？美国有3家 credit bureau 信用局在记录 credit history，Equifax、Experian 跟 TransUnion。银行、信用卡公司是贷款的机构，都会将借款人的支付记录报备给这3家 credit bureau。你有没有准时还款？有没有欠钱不还？而信用卡正是很好的提供支付记录的机构。买房子、买车、做生意需要贷款时，或租房子、做任何事情，当对方想要知道你这个人可不可信时，他们就会向信用局要你的资料，当然需要你同意啦。信用局就会用你的 credit history 演算出你的 credit score， 高的分数代表你是个负责任的人，会承担你该负的债务，不高的分数代表你不会管理债务。如果你连 credit history 都没有，有的房东会觉得你是个未知数，不知道你会不会突然不付房租，所以不愿意租给你这个他认为是个高风险的人。如果你跟银行贷款买房子，银行会根据你的 credit score 提供贷款利率，680以下的分数会比760以上的分数多出1到2% 的利息。以贷40万来算哦，30年下来就可能多付14万美金的利息。也就是说，信用好的人，银行会笑着借你钱；信用不好的人，银行会笑着收你更多的利息。再来，由于美国信用记录集中在 Credit Bureau， 通常拿到1张信用卡之后，别家发卡银行也可以查得到你的信用记录，会愿意发卡给你。不像在台湾，就算你已经有了1张当地的信用卡了，想要申请另一家银行的卡时，每一家银行都得看你的薪资证明，或是要你的房地产财力证明，才愿意发卡给你。所以台湾信用卡公司要审核的是你的财力证明，而不是你的信用记录，每次都得暴露你的财务，非常的没隐私。这让我觉得台湾发的是财力卡，而不是信用卡。另外 credit history 也会影响工作哦，很多新移民听到都很震惊，信用记录也会影响找工作？对，有些公司，尤其是金融业、政府相关工作，真的会查。有些工作内容涉及到隐私与金流，如果你自己的财务管理不好，对公司而言你是个高风险，因为哪一天你欠太多钱了，可能会开始动歪脑筋，利用你职位的权限偷公司的钱或资料。对公司而言，他不要你所带来的风险，所以不雇用你。所以在美国，信用卡不是先消费
后付款的这么简单，它其实代表的是一个建立社会信用记录的重要工具。你要信用卡，目的是要建立 credit history， 让 credit bureau 的记录来显示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。美国信用卡其实不只是个建立 credit history 的工具，而且很好用。很多刚到美国的人对美国信用卡提供的福利感到陌生，不知道有没有申请的必要。但其实美国信用卡的福利远比台湾的还要好。第一，你会发现很多信用卡都免年费，是真的没有年费，无条件的。不像在台湾说是免年费，但其实是免去年费，你必须消费某些金额才能折抵你的年费。我刚到台湾时好惊讶，我还得关心我已经消费多少钱了，才不用付年费。美国信用卡免年费是没有附带任何条件的，我就有几张摆在那里，就算没在使用，一样也是没年费。第二，但我觉得最赞的好处是美国信用卡盗刷保障很周全。美国的发卡银行都有庞大的团队，在侦测不寻常的刷卡模式以及可能的盗刷交易。透过强大的演算法，常常在你还不知道被盗刷之前，他们就阻止了不寻常的刷卡模式，并且通知你。有一回我就接到信用卡公司的电话，问我是不是在欧洲消费。当时我人在美国，根本没有欧洲的消费，我就告诉信用卡公司那不是我哦。信用卡公司就说我的卡被盗用了，会被马上停止，他们会寄另外一张卡给我。你看，我都还没收到账单，信用卡公司就侦测到了盗刷。还有一回，我去平常不会去的店消费，是去买 Cowboy Boots 啦，刷卡没过，正在想怎么会这样，信用卡公司就打电话过来了，说有一笔可疑的消费，就是我在的那一家商店。我解释说这的确是我的消费，他就跟我道歉说因为这不是我平常会去消费的店，所以他们以为是盗刷，就先挡下来了。虽然当时造成了一些困扰与不便，但说真的，有个团队在侦测盗刷让我挺放心的。而且如果真的被盗刷了，没有被信用卡公司拦下来的话，或者是信用卡掉了，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冒用了，只要你尽快打一通电话给发卡银行，这不是我刷的哦，银行就会直接取消交易，寄新卡给你，我是不用负担被盗刷的金额的。这样防盗刷的保障让我很放心的用信用卡，这也是我回台湾之后才感觉到的其重要价值。因为台湾的银行没有这些防盗措施或者是资源，好像还得先报案才可以不承担被盗刷的金额。第三，另一个让我很有感的美国信用卡好处就是不收 Foreign Transaction Fee 国际刷卡手续费。只要你仔细看，就可以找到不少没有 Foreign Transaction Fee 的信用卡。我在台湾找信用卡时，每一个都要收 Foreign Transaction Fee。他们的话术是，只要我刷过某个金额，就会有几%的回馈，所以 Foreign Transaction Fee 等于是没有。虽然这样子说是没错，但是我还得去注意我是否已经刷过那个金额了。没符合条件的话，就是得付那个 Foreign Transaction Fee。可能是我太懒了吧，不愿意把精力放在那上面。美国许多信用卡是真的没有 Foreign Transaction Fee， 没条件，不是先收再折抵。你要去日本、韩国、欧洲消费，不管刷多还是刷少，都不用付这个国际刷卡手续费。没有社会安全码怎么办？很多新移民到美国常问，我连 Social Security Number 都没有，银行会理我吗？答案是有机会。很多新移民的起点是 Secured Credit Card， 到美国你一定会带钱去存在当地的银行，你可以跟你的银行申请一张 Secured Credit Card， 基本上就是你押一笔钱在银行，银行就给你那个额度的信用卡，银行会觉得好，就算你飞到地球的另一端，我至少还有押金。一旦你拿到信用卡了，每个月都刷卡消费，然后准时还款，就开始建立信用记录了。1年后，你就可以申请普通的信用卡了。信用卡公司会根据你的信用记录、核发信用额度
以确保你有还款的能力，但是并不会要求你提供薪资证明，或者是要你房子的地契。你要用卡哦，记得你的目的是要 credit bureau， 有你会准时还款的记录，是个会承担债务的人，别申请了摆在那里不用哦。新移民与国际学生友善的金融机构，有少数的金融机构不要求 Social Security Number 就可能批准信用卡。Zolve 就是其一。Zolve 就是看到新移民与国际学生缺乏金融机构服务的市场，所以愿意用其他的方式审核来赢得这个市场。要说利弊的话，弊就是这一些金融机构通常没有门市，收的循环利率也比较高。所以不要觉得没有 Social Security Number 就什么都不能做，其实很多事情还是有方法的。我们总结一下，很多人刚到美国时会把信用卡当成只是付款工具，但在美国，信用卡能为你做的不只是累积点数或现金回馈，它是你建立信用身份的起点，帮你建立信用记录。而这个信用记录会影响你租房、贷款，甚至某些工作机会。在美国使用当地的信用卡可是融入社会的重要一环，所以到美国要尽快的申请信用卡哦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们下回见。